It's as simple as it seems. Twinkle in your eyes, the way that time slows down when you kiss me. As we fall asleep in a bed 我们今天来过我们的2周年的节日，所以我们今天有一整天的行程会一起过。对，我们2周年是2月13号嘛，所以我们是在西洋情人节2月14的前一天，所以很好记，基本上就是情人节跟周年一起过。对，时间过很快，已经2年了。 2年好快。然后今天也会来回答一下大家对我们的问题。所以2周年快乐，还有情人节快乐，快乐。那我们开始今天的问题吧。 perfect, darling, just the way you are. 我们正要去租车的路上，然后我们想说先来拍第一题。第一题大家问什么？第一题问说他如何让远距离恋爱那么甜蜜？我们算远距离吗？我觉得还没有到严格来讲，还不太算太远。算啊，台中跟台北就算了。对啊，真的哦不同城市啊。可是我们见面频率算高啦，就是1周大概1次啊，所以见面频率算高。我觉得算甜蜜吗？越来越不甜蜜吧？可能有点距离才是美。对，有时候要保持一点美感。对。所以回到他的问题吧。有啊，我觉得就是要保持一点距离吧。对。接下来题目是如何处理误会呢？什么样的误会？对呀、怎么样的误会？他没有讲，他就讲说怎么样处理误会，就说出来。对啊，基本上就说出来。对啊，误会你会产生误会，就表示你们已经讲出来这件事情，有彼此认同不太一样，那就是直接把它讲出来，说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想法，然后你自己会有这样的想法，对，就可以解开这个误会了。我觉得重点是要直接表达。没错。然后有人问说，常常吃醋是正常的吗？你们觉得嘞？我觉得是看人，吃不吃醋完全是取决于个人自己平常的嫉妒心或者是占有欲强不强。我自己觉得蛮正常的。对，因为普遍来说是正常，因为你自己喜欢这个人，你一定才会有占有欲跟嫉妒心。嗯，如果你真的对这个人完全没感觉的话，你真的不会有任何太多的这种东西。所以我觉得吃醋是一件蛮正常的事情，不管是2个人或3个人之间吧。对啊。可是那种吃醋，并不是说真的是醋意大爆炸那种，就是小吃醋这样吧。看怎么样程度的，有些是讨厌的吃醋，有些是可爱的吃醋。什么叫讨厌的吃醋？就是会很激烈的反应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子之类的。那有些是说你都就用撒娇的方式，吃醋的表达方式很多种，我觉得。那你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表达就很重要。先开始来一个漂亮的汤屋，要去泡汤。漂亮的高级的温泉饭店。先起来泡汤。对。然后有人问一个问题啊，就是说如果情绪低落的时候，我们要怎么安慰对方？问他在不开心什么？对，陪在他旁边就好。陪伴吗？对啊，有时候感觉也不想要多说什么。我觉得要看对象的个性，有些人喜欢不一样的风格。像你的话，你喜欢陪伴，你喜欢陪伴。对，我是看感觉，有时候觉得一个人静一静吧比较舒服，有时候可以把话说开来的话，就会比较好一点。好，所以你可以看你对象喜欢怎么样的方式。这一题问得非常好，而且刚好很切实宜，就是因为他问说2周年怎么庆祝，我们现在就要讲一下我们今天的行程，因为我们刚刚讲说我们来泡汤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今天其实就是很简单，就是泡汤，然后跟吃饭的，比较简单，对，去吃烧肉，吃一间高级烧肉。因为他们之前我们在菲律宾的时候打赌输了，有一个比赛输了，所以他们要请我吃饭。对，大家会请回去看那一集互相买圣诞礼物那一集。然后很多人在敲完我们之前就是如何在一起的故事，我觉得我们好像之前有讲过，对不对？可是好像没有讲得太详细。有吧，在3的那一集有讲过。对，有讲过。可是我想说，我们如果最刚开始最初的故事之后，或许我们可以用那种 BL 剧的形式把它演出来，不知道会不会大家有兴趣呢？有兴趣的话，请先在下面留言，请留言，拜托。人多不多，我们再考虑要把它会给会员，会特别是给会员。然后我们现在在等汤屋，所以等一下可以进去泡汤。感觉很厉害的汤屋哎。哇，这个汤屋很高级耶。他送你什么布丁哦？奶酪。哇，它汤屋长这样，一小间这样。这间比较小，只有大间。
它有隔其他的，就是这边是这边右边是厕所。我们现在正在等那个温泉放水，所以接下来有两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是说，我们出去旅游的时候，那个费用是均分的嘛？对啊，这个我们好像之前有讲过，就是只要是我们3人花费，我们都会均分。然后我们有共同基金，我们会从里面扣这样。对，我每个月就是结算一次，对，看谁出的比较多，那其他就把钱补进去。对，然后还有个问题是，我就是会计小组长。然后还有个问题是说，我觉得这个问题我觉得很有趣。他说3个人订房会不会比较难？会吗？不会吧？好像我们好像没有麻烦过。大部分好像都是我订房比较多。然后我觉得看情况，有时候蛮麻烦的是比较高级的饭店的话，就是要多加一张床，它贵很多。然后如果是普通的话，那基本上我们就订4人房，所以我们就不会有什么问题。不然就订2个人的，然后再偷跑进去的。因为我们都是睡一张床而已啊，所以加床我们都挤在一起。对。可是就害怕那个饭店的床是很小的床，就是一般的双人床我们就挤不下。你现在泡温泉是要把银饰拿掉，因为这是硫磺泉，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戒指都拿掉。泡完它就会变黑色的。它的温泉是白硫磺，看起来好特别哦。好舒服啊！你可以出来吗？水可以出来了。边泡汤，我们边来继续回答大家的问题。虽然这个画面蛮荒谬的，我们大家刚刚有提到，就说这里面呢，谁是主要？我们3个里面谁是主要做决定的人？主要做决定，好像没有这个人。对啊，我们好像都会在某些方面负责不同的部分。有些事情就是某些人决定比较多，对，可是每个人都负责不一样的东西。像什么？像可能我就是负责他们生活起居吧。那你负责什么？我是，你觉得这是没做。应该是我们会看说每个活动，或者说比如说每件事情如果是谁提出来的，那他就会去负责，去执行它了。什么事情谁负责？我觉得感觉比较像是谁比较在意就谁负责。就比如说对什么事情，因为你比较在意，那我就觉得说，那不然就是给你做决定。对，那如果谁想弄就去弄。对啊，那如果2个人都有在意的话，那我们就都会提出说彼此的看法，然后看说彼此在意的点在哪里，看可不可以达到一个平衡。然后接下来有人问说，有没有受不了彼此的哪些缺点？有吧？有跟人相处一定都会有缺点，一定要。对。那我先讲我的好了。我很受不了你们来家里的时候，都会把水龙头那边全部弄非常非常湿，而且湿到它都会长那个水渍，还有那个红色、橘色的东西跑出来。这感觉是生活小事。对啊，就是很困扰。有啊，我们下次会好好的过哦。就像你要注意一点，就像不是你看起来很像，就像我其实不太会在意这种事情，因为我就把它处理掉了。那你在乎的是什么？我在乎的是你的脾气真的太坏，就是以你来讲，因为我觉得他很容易在一些小地方发脾气，然后我觉得那些小脾气是不必要。比如说我们可以有一件事情，他可以讲说 ，baby 怎么做就好，他就是先生气，然后或者语气让别人听起来不悦，就有这种不舒服的感觉，就觉得好像特别要来吵架，或者是你控制不住的感觉。那咒学的部分，我觉得他的小缺点是，他真的太容易忘东忘西。那些小东西真的是，我们今天早上才讨论说，他把水瓶丢掉的事情，他已经丢掉好几个水瓶了。如果我自己我是比较不喜欢的，就像他们说我都忘东忘西，但我会觉得说，有些可能就是那个不在意，或者是我真的忙起来，可能就是在忘记。但是我觉得也不会到太麻烦的事情。因为就像我如果没有说出来，其实他们也不知道我弄丢了，或是真的不见了。也是。但就是我觉得只要一让他们知道，他们就会一直念。但我就觉得说，对，不要说他们，我没有念，我根本不在乎你弄丢什么东西。我觉得就是多少会念一下，不然就是可能会说 ，baby， 你下次认真一点。我就可能光这一句，我就觉得说啊，但我比较不能，我比较不喜欢的点是觉得说，每个人都会有在他比较不好的地方犯错。所以其实每个人都一定有缺点啊，但是我就知道说我自己会有这样的个性，那
我就觉得说他感觉没办法改，因为因为不会因为你一句说，哎、baby 你下次谨慎一点，或者你现在认真一点，就是不要再忘东忘西了，不会因为这样就改变啊。那我觉得就是事情发生就去改，事情发生就做解决就好。对啊，所以我后来就做一个很有趣的事情，我就把他们只要忘东忘西的事情，或是真的造成别人麻烦的时候，我就把它记下来。太好笑，他记一张表单，然后记我们的照片。对，因为很多人吵架就会讲说，你之前就是比如说我先犯错，然后我心里就觉得说，又不是只有我这样子，你们也会有啊。然后我就跟他讲说，你们之前也有，然后他们就会讲说，什么时候啊？你讲啊，我现在把它记起来。所以他们只要跟我讲说什么时候，我就直接拿出那个表格跟他讲说几月几号发生什么事情。那你现在记得吗？我现在记很多啊，你要听吗？好，你讲一下。他很得意耶，他对于这个很得意。可是我必须要说，为什么我会念他的原因是，他很喜欢问我说我的东西放在哪里。如果你不问我都没差，不是，他就喜欢问我。不是，但应该是说，因为你都会整理，但我觉得这没有不好，只是因为整理完之后，我可能东西都放在那边，可是整理完之后就是你整理啊，我姐会只能问你啊。好。对啊，而且我做法是，我不会先不去找就去问，我一定是先找过我熟悉的地方之后找不到，那我才去问。然后他们就会觉得说，你要不要自己再找一下？我当然知道找啊，我找了之后就找不到，所以才要问啊。好的，知道你跟他讲，他们已经为这个吵非常久，我已经听到觉得很烦。每次在吵这件事情，他就问他说东西在哪里，然后他说你自己进去找一下好不好？然后他就说我已经找过了，我找不到，所以才要问。对啊，每次都这样那演，代表频率真的很高，很烦呢。我也觉得很烦啊。他说跟我的是不是他们在吵架？对啊，然后就像是如果要记录，你看啊，就像像如果是你的话，我们那时候去看金沙，然后我去菲律宾看金沙，然后半夜的时候出门已经走了大概10到15分钟，才想到说美金忘记拿，因为我们那天要付那个旅费给那个导游，就定金啊。对，所以我就只能又再回去学校，就这样子就浪费了半小时。那现在时候还寄菲律宾的，他等下可能寄到我们陪下的。然后还有是比如说像我们要从菲律宾回来台湾的时候，他把机票丢掉，可是在那个入关的时候就要出示机票才可以进去机场。所以我们两个都有留着，可是他就丢掉，所以我们又被卡在外面一段时间，然后等到他进去我们才能进去。那个本来就不用带，如果不用，那个机场才需要。那我们就会觉得不用啊。所以那不是机票，那是订票证明。对啊，购票证明。所以没有什么好吵，没有什么好吵的。那还有忘记？你看，就是你看，当我讲出来，他们就说没有什么好吵的，因为他会怕是讲到他。可是如果是我的话，他就会说 baby 你谨慎一点。不会啊，他忘记什么东西？有很多啊，比如说就像是钱包跟房卡，就我们有一次是在菲律宾的饭店的时候，然后我们就我们才刚到饭店，就他就发现到说他的钱包跟房卡放在导游身上，就进不去房间，所以就还需要再让导游来到我们房间一次，来到我们饭店一次拿给我们。对，然后还有有2张卡，但是他还需要再拿钱包过来给我们啊。哦，对啊，然后还有一次就是我们去海边跟朋友吃饭，然后那段路是也开了大概20分钟，而且去海边吃饭就那一间是那个路很颠簸的那间海边，然后我们就从海边吃完饭之后回到学校，也经过20分钟，结果一到学校发现到说我钱包忘记拿，放在餐厅的位置上，所以我就只能再叫一次车，要再回到那个餐厅去拿钱包。对，所以你看，如果这件故事他多得意，很开心。我觉得不是说得意的是，如果今天我没有记的话，你都不知道说自己其实也会这样子犯错。但我记这我并不是说要记仇或记账，只是我觉得说，因为我自己比较容易忘记，这我承认。但是我希望说我是要讲说，每个人一定都有这样的事情发生，但发生之后就去解决就好，不用再多念那几句，多念那几句不会让事情更快的解决。其实相处久了就知道说他有什么地方会健忘的，你就是提升包容度。我觉得提升包容度很重要。对啊，我觉得我比较害怕是那种没有耐受性的人，这种最可怕。我反而比较怕没有耐受性的，所以因为我自己觉得我耐受性算高的。所以如果真的要说我没有在意的缺点，就是可能发生事情就是我想到的是解决方式，但是他们可能就会多念几句。你不要再说他们，都不是我真的没有念。就是说眼镜那一次你还是有功，因为他念完之后，然后你就过来跟我讲说，baby你下次谨慎一点。因为我帮你处理这些东西啊，处理什么？帮你叫计程车，帮你联络啊，要是我帮你处理吗？对啊，所以我才讲说多讲这句不会怎样，多讲这一句都处理完了，我多讲这句我才就会更谨慎嘛。然后多讲完之后，眼镜最后还是不见，最后还回台湾是买新的衣服。
所以多讲会比较精神嘛。所以你现在不用讲，所以现在知道不见了，还有钱去买药。对，所以不用不承认说你没有讲，你还是会讲。所以我觉得说我想到的是解决方式，就像你们发生的时候会不会去念？这现在是吵架实况现场。所以那是我们刚刚的沟通方式，大家不要以为我们在吵架。你不是都这样欺负我吗？怎样啊？谁欺负你？他们都这样欺负我。就开始哭诉，我跟大家哭诉。baby 是谁欺负谁？我才最可怜，我都是被凶的那一个。画完汤好舒服。那么再回答另外一个问题是，有人问我们，有没有做过医美？那大家有觉得我们哪边不一样？答案是有，我前阵子刚做而已，我们在去菲律宾游学之前有去做一下，对，因为我觉得年纪到了，我30岁了嘛，那我觉得真的差很多哎，我们3个人其实做的项目不一样，对，那我们可以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，你做的是到年纪比较长的时候就需要做的音波或电波，音波是把那个整体轮廓拉上去，对，皮肤把它拉紧实一点，增加胶原蛋白的疗程。我觉得他的脸变 V 变有吗？你自己觉得有用吗？我觉得有，我觉得有哎。光是当下打，他只要打半边给我们看，就已经有差别，对，我觉得差蛮多的。那你做？我做肉毒。我们有上次的影片可以给大家参考一下。我觉得肉毒是真的非常基本又必备又很值得打的东西。我打的是抬头纹跟鱼尾纹，因为人在有表情的时候很容易会有上面皱起来嘛，或者是笑的时候这边都会眯起来会有皱纹。对。可是肉毒打的时候，你就会笑得很自然，然后同时这边不会有皱纹。对。皱纹会让你笑久之后会有一个静态的一直呈现在那里的皱纹，所以打这个的话，对你的皱纹减少很有帮助。我之前有去打过，可是我觉得他现在跑出一点，所以感觉还是去打一点。对，我觉得抬头纹很值得打。对。可是我觉得他打完之后好看很多。是看人啦，因为有些人觉得这样很有魅力，可是我不想要自己头上有抬头纹。你看像我这样抬起来，就不会有皱起来的那个感觉。那你做什么？我一直都很想做，就是我想让鼻子挺一点，是不是就打一点玻尿酸，所以让自己鼻子感觉有3根。对，因为亚洲人比较不会有3根。然后再来是我觉得很有用的就是，我下巴要打玻尿酸。打下巴打玻尿酸，就会让你的下巴更尖更长一点点，就可以拉长你的脸型。对，然后再来是我旁边这边也是打肉毒，让我的轮廓线更出来一点点。所以每个人看到他都觉得他变瘦了，对。然后还有这边的打很多，然后这里也打那个玻尿酸，因为我就是很爱笑的人，所以我只要笑到法令纹就很深。那其实法令纹这个东西我觉得，你不讲还好，但是你一讲法令纹这3个字，大家就会注意到你的法令纹。对，所以我就打完之后真的很有用，就是打完之后，就算我去注意我法令纹，它也没有到这么深。法令纹是拍照会很明显的线，没错。然后我现在遇到我朋友，那比较久没见，都会说你是不是变瘦？你是变瘦了？我想说，我体重其实没有变，感觉应该是拉扯了脸型，尤其是这个下颚线的轮廓。所以代表是有用的哦。对，其实就扣到我们之前谈过的那个容貌焦虑，就如果你对你的外貌不够满意的话，做一些些微调整，让自己变好看，然后更喜欢自己，其实我觉得是很不错的投资。没错。对啊，而且我们做的其实都是不太需要有那种复原的时间，修复期很短。对。我不是叫他整形，如果你喜欢整形的话，绝对也没有问题。可是有些是微调的话，可以让你保养或者是变得更好看、精致一点，你喜欢的话都很欢迎去做。对啊。然后我们的那天去做的影片会独立起来给大家看，我觉得蛮有趣的。然后我们会放在最后的片尾，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参考看看。我觉得过程也蛮好笑的。对啊，蛮好笑的。离开也是真的是蛮高级的一个地方。对啊，而且他那边摆好多陶艺，超多，看到好喜欢。我们刚刚还完车，因为我们刚刚是租车的嘛，租车上北投，很饿，然后我们现在要搭车去吃烧肉，还是我们情人节晚餐。那有人问哦，他说里面谁最会撒娇，谁最淡定？我觉得吴军最会撒娇。汪汪比较会撒娇。你最淡定？感觉你最淡定。是吗？看情况。觉得你比较淡定，还是他比较淡定？我也觉得你比较会撒娇。对，我蛮会奶的。我觉得做学很少啊，他最少撒娇。那所以他最淡定吗？
我自己觉得，撒娇的反义又不是淡定。没有，他只是这样问而已啊。对啊，我觉得是发生，我觉得我应该比较淡定。我觉得我发生事情的话，当下也不会到太慌张或怎样。好，那给你最淡定。啊，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吃的烧肉店，叫八和。一直很期待这一间。这间听说真的很厉害。对，来吃吃看。结果朋友非常非常给力，给我们包厢，好漂亮，让大家看一下。我在等餐的时候，我再来回答一题。有人问了一个蛮有趣的题目，他说社群创作对我们3个人的关系有什么影响？这很有趣。我觉得对我们3个感觉都有不一样的感觉吧。那你先讲。我觉得以感情来说，会产生比较多摩擦，的确是事实。因为我们在讨论一些事情的时候，或者是走向的时候，会有一些不同的意见，但也是磨合彼此价值观的一个方式之一。那对我们的好处是，我们都可以从中获得一些自己的收获吧，不管自己的社群或者在3个人上面，都是蛮多的。我觉得对我来说，感觉是，会更巩固这段关系，因为我只是，要逼着我们每周都会见面，因为我必须产出影片来给大家。那如果我们如果感情还没有，如果我们感情有吵架或是有什么争吵还没有讨论出来的话，那我们又要进行工作，那我们就势必一定要先解决这个问题。这的确是一个促使逼迫我们去沟通，或者是逼迫我们去调整各种方向的一种方法。这也是一个蛮好的模式，因为毕竟我们有个东西是大家3个人共同去努力的目标，所以我们就有一个方向可以一起往前进。我自己的想法是这样。对。 is all I get this time around. This 早安 time 今天过了一夜，这边吃完烧肉店就到今天早上了。那好吃了，对啊，真的还不错。那我们的情人节跟2周年就这样过完了，好快哦。那我回答最后一个问题，他说有人问说有想要分手或分开的时刻吗？你们呢？你们先讲。有啊，我觉得在很多感情里面难免有，尤其是我们3个人初期在磨合的时候，就一度有想分开的念头，但是我觉得很重要就是要彼此沟通，然后讲出自己心里不舒服、不愉快的地方，然后互相调整啊。那你是在什么时候想？你当兵的时候吧，快疯掉。你说最近一次就是当兵的时候吗？就那一次很想有这个念头啊。那你们呢？我觉得我好像没有这种念头，但是我没有想分开的念头的这种想法，但是有怀疑过这样的爱情是我想要的吗？那你？我的话，其实我蛮多次，就是中间其实蛮多次。我觉得有时候是一个心态上的感觉，是一个自己不舒服的地方，可是没有把它解决掉。可是我觉得最终的点是在我自己也会回想说，其实我们过去有做多少事情，然后有那些美好的回忆。然后另外一方面，我觉得是我们有没有共同真的想要继续往前推进。因为我觉得在感情中一定会遇到你想分开的时刻，不可能你永远就是如此顺遂，不可能。只是有没有办法跟你走到最后，我觉得最终是2个人有没有办法彼此磨合成功的人，并不是说你刚开始绝对找一个天命之人，然后最适合你。我觉得这个几率偏低了，而且越磨合越久，你反而会越不想分开。尤其是有一些回忆啊，或者是跟你家人相处很好，就会觉得很舍不得。那个都很难得。对啊，因为你要想说，如果你抛下这段感情，你其实是所有东西都得重新来过。那你未来有没有可能找到这样适合你的2个人或者1个人？如果你是1个人的话，那我觉得这都是会去思考的啦。所以结尾就是有想过，但是呢，有没有真的分手就是另外一回事了。对。OK， 那我们的2周年的影片就到这里了。baby 们，好爱你们。
But old boyfriends still scare me. They all got a little bit of history. 不要弄那么丑。这是我们的封面，应该就很喜欢。满脸都是。可以不要讲这种情色的话。好好笑。哇，这个作品的概念是什么？然后你的概念是什么？颜色。这个是1个月的量。耶。那边你可以亲我了，我们睡美了。去我们也睡美了，快点睡美了。好，睡没了。好，眼睛闭起来。好。你不要手了，快点了。你不是应该没感觉吗？认真的。你不是干嘛要？有感觉吗？没有舌头。卡起来。快烫，快点啊！不要痛。这是你的时间。